如果你有小学文化水平，那么你就会认识这3个字母 SFP， 这边也是 SFP， 包括路由器后面的 SFP， 最后的加号代表它支持万兆速率。SFP 后面还可以加2856，都代表不同的速率。这个后缀的命名规则就像 USB 的 2.0、3.0、3.2 一样。当你完成9年义务教育，具备初中文化水平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光包含可见光、紫外线、红外线。最常见的红外线的使用场景是这个遥控器，家里面很多老式的遥控器都是这样。这样直接看有一点点反应，但不够明显，因为好一点的手机前面有滤镜，会把肉眼不可见的波长过滤掉。我们拿差一点的手机，看到了吗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前面是有一个红光的。差一点的手机的传感器可以捕捉到红外线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假光口和真光口有什么区别。我现在给它接上电源。同样好一点的手机是看不出来这个灯光的。我们用差一点的手机，可以看到它的发光器前面有个小红点，说明它与遥控器一样都是用的红外线。而旁边的 SFP 加口里面就没有像灯泡一样的东西，里面只有金属触点。它里面的连接座我已经拆出来了，是这个样子的。可以看到有很多个触点。我们再拿一个模块来演示。模块插进去是这样的，这边的金属触点对接这里的金属触点，这样就插进去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是焊接在主板上的。它的这种金属触点的连接方式与网口一样，它们都是通过电信号传输数据的。如果你非要给 SFP 加口从电口或者光口里面给它命名的话，那么它也是电口，它与网口是一样的，都是电口。所以到这里，具备小学文化水平的人就知道它叫 SFP 加口，具备初中文化水平的人就知道它不是光口。在自然科学中，并不是错的人多了它就对了。现在还有人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，太阳是宇宙的中心吗？计算机领域发展到现在，离不开它的标准化设计，比如说 HDMI 接口、DVI 接口、USB 接口。作为消费者，我只要知道接口的名字，我就能买对配件，根本就不需要理解这个接口的意思。如果错误的叫它光口，那么就会让用户觉得我这个是光口，那我买一根光纤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了？光纤就是接光口，这样能直接用吗？显然不可以啊。但是如果我知道它叫 SFP 加口，我只要买 SFP 口的配件就可以了。比如说我可以直接买 SFP 加的 AOC 线，这头接交换机，另外一头接路由器，那么就可以非常方便的扩展出多个网口，根本就不需要对这个接口进行深度理解。还有人狡辩说这个 SFP 口与这个光模块连在一起，整体上叫它光口，拿掉了之后也可以叫它光口。那么我的 USB 也可以接 USB 的光模块呀，那我是不是可以叫 USB 为光口呢？如果像你这样乱命名的话，那么 USB 接口就乱套了。包括很多大厂，其实你根本就没有理解 SFP 口的意义在什么地方。SFP 接口其实就是网络领域的 USB， 它和 USB 一样，可以插不同功能的模块。比如 USB 接口可以接键盘、鼠标、U 盘、相机、网卡，甚至是手机等等。那么这个 SFP 接口，它只定义了小型可拔插这种封装模式。那么你也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多功能的产品，比如 SFP 接口的光猫模块，类似于这种万兆猫棒。SFP 接口的路由模块，比如说我这个路由器以后性能不够用了，淘汰了，那么我可以把它设置为 AP 模式，我再接一个模块，里面放了一个很强的处理器，那么我通过它的处理器来运行这个设备，是不是就可以无损的升级了？还有，假如这个路由器的功能不满足我的需求了，官方系统又不给你刷机，那么可不可以生产出一种带其他路由器系统的路由模块？我把它设置为 AP， 我可以直接用第三方的系统，比如爱快系统的路由模块、OpenWRT 系统的路由模块，那么我直接就可以给这个设备升级成最新的系统、最新的硬件，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。甚至我还可以把一个交换机升级成带完整路由功能的设备。SFP 口从机房走向家庭，未来的想象空间很大，我们一起期待。